我和总统先生是中美关系的掌舵者，对人民、对世界、对历史都担负着沉甸甸的责任。我期待今天同总统先生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新的共识。Mr. President, we know each other for a long time. Our meetings have always been candid, straightforward, and useful. I value our conversation because I think it's paramount that you and I understand each other clearly, leader to leader, with no misconceptions or miscommunication. We have to ensure that competition does not veer into conflict, and we also have to manage it responsibly.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当地时间11月1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美国旧金山斐洛里庄园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中美元首会晤。两国元首就事关中美关系的战略性、全局性、方向性问题以及事关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大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1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有2种选择，一种是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安全和繁荣；另一种是抱持零和思维，挑动阵营对立，让世界走向动荡和分裂。2种选择代表着2个方向，将决定人类前途和地球未来。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要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和谋划。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想改变对方是不切实际的，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大国竞争解决不了中美2国和世界面临的问题。这个地球容得下中美2国，中美各自的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习近平深刻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和内涵意义，以及中国的发展前景和战略意图。习近平指出，中国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和规律。中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不走殖民掠夺的老路，也不走国强必霸的歪路，不搞意识形态输出，也不同任何国家搞意识形态对抗。中国没有超越或者取代美国的规划，美国也不要有打压遏制中国的打算。习近平指出，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既是从50年中美关系历程中提炼出的经验，也是历史上大国冲突带来的启示，应该是中美共同努力的方向。只要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完全可以超越分歧，找到2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去年巴厘岛会晤时，美方表示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这次旧金山会晤，中美应该有新的愿景，共同努力浇筑中美关系的5根支柱：一是共同树立正确认知，2是共同有效管控分歧，3是共同推进互利合作，4是共同承担大国责任，5是共同促进人文交流。习近平深入阐述了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指出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中方重视美方在巴厘岛会晤中做出的有关积极表态，美方应该将不支持台独的表态体现在具体行动上，停止武装台湾，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中国终将统一，也必然统一。习近平指出，美方在出口管制、投资审查、单边制裁方面不断采取针对中国的举措，严重损害中方正当利益。打压中国科技就是遏制中国高质量发展，剥夺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利。中国的发展壮大有内生逻辑，是外部力量阻挡不了的。希望美方严肃对待中方关切，采取行动，取消单边制裁，为中国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环境。2国元首认可双方团队自巴厘岛会晤以来讨论确立中美关系指导原则所作努力，强调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保持沟通，防止冲突，恪守联合国宪章，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负责任地管控双边关系中的竞争因素。2国元首欢迎双方团队继续就此讨论。2国元首同意推动和加强中美各领域对话合作，包括建立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
成立中美禁毒合作工作组，开展禁毒合作，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恢复两军高层沟通。中美国防部工作会晤，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开展中美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同意明年早些时候进一步大幅增加航班，扩大教育、留学生、青年、文化、体育和工商界交流等等。两国元首强调，在当下关键10年中，美共同加快努力应对气候危机的重要性，欢迎两国气候特使近期开展的积极讨论，包括2020年代国内减排行动，共同推动联合国气候变化迪拜大会 COP28 成功，启动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以加快具体气候行动。